掌门师兄，我要告假，回家探亲。沈长黎，你还有亲可探呀？我15岁入清玄宗，315岁那年被尊为长黎剑尊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该早断凡尘，心如寒铁。乡亲，你们见过我家长黎吗？他去仙山了，说学成就回来。爹娘，我学会仙法就回来看你们。那是我15岁离家时说的话。现在，人间已过300年，凡人寿数不过100年，你的爹娘多半已经不在了。在不在，我都要回去看看。你如今身份不同，恐生事端。无妨，我只回家吃顿饭。沈老二家的丫头，不嫁也得嫁，欠了我们钱就拿人抵。放开他！那姑娘的眉眼，像极了我娘年轻的时候。等等，放开他！你谁呀？我姓沈，回来探亲。沈家哪来的亲戚？沈老二一脉穷的锅都揭不开，还能有穿这么干净的亲戚？怕不是这丫头的野男人吧？瞧着倒人模人样，就是脑子不好，连镇上赵家的事情也敢管。你快走，赵家在镇上有人，你惹不起的。你叫什么？沈小荷。沈小荷，300年后，我竟还能在世上听见沈家的后人叫我一声同姓。林婆婆，您没事吧？你长得像祖宗画像上的人。眼前这位老人是沈家不知第几代媳妇，可他看我的眼神和梦里我娘看门外归人的眼神太像了。小子，给我松手！我的手啊！找死！你！30两银子，沈老二借了我们30两，白纸黑字，今天不还钱，就拿他女儿抵债。凡人拿灵石，是祸不是福。够吗？够！赵家哪里是正经讨债？沈老二生前明明只借了5两银子，就是3年滚到30两，这摆明了是看沈家孤儿寡母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借据在他们手里。可他们改过数。你疼。债清了，滚！老人家，不必如此。像，真像啊！沈家祖宗画像上那个离家求仙的孩子，就是你这副模样。画像还在，在祠堂里，只是祠堂快被那帮人拆了。 300年里，我入过魔渊，破过万妖阵，面对100万妖兵也不曾退半步。可此刻，面对当年我亲手中修过的这道低矮门槛，你真是我们沈家的亲戚？很远的亲戚。有多远？远到你们应该叫我祖宗。这是谁写的？听我祖婆婆说，是最早那位老太太写的。她等了一辈子，逢人便说家里出了个仙人，总会回来的。后来她临走的时候还留下话，让后人每年过节都要给长黎留一碗饭。娘走时竟还在等我，300年的道心终是裂了。你别难过，奶奶说祖宗后来一定成仙了，成仙的人都很忙，顾不上回家也是正常的。你别生气。不正常，哪有什么顾不上？只是我那时年少，以为大道在眼前，凡尘不过咫尺，以为等我筑基再回，等我结丹再回，等我元婴再回，等着等着，一碗热饭就等成了冷货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恩人将就吃。离家前夜，娘也给我煮了一碗这样的面。你刚才在村口是怎么把那把刀弹碎的？学过一点剑。那你能教我吗？小何，休要胡闹！我不想再被人拖走，爹死了，哥也被征兵带走了，村里人都说我家没有男人，就该受欺负。你哥叫什么？沈青山，3年前被县里征去修河堤，后来就再没消息了。有人说他累死了，也有人说他当逃兵跑了。他没死。真的？真的。明日我带他回来。你就是昨天打伤赵家人的那个外乡人？有事。哼，沈家欠村里的税粮交不上，祠堂那块地已经抵给村里了。今日我们是来拆祠堂的，与你一个外乡人无关，少多管闲事。村长，使不得！
水粮我们砸过麦田也会慢慢还的，祠堂不能拆，那是我们沈家的还有什么根啊！就剩一个快入土的寡老太婆和一个早晚要嫁人的丫头面子，留着那破祠堂白白占地，还不如推了给村里修个粮仓。你胡说，我哥还活着。活着？活着怎么3年不回来？怕不是早死在外头了？谁敢动祠堂一块砖，断一只手！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外乡人也敢管沈家村的事儿？我姓沈。你说姓沈就姓沈，族谱呢？录种呢？官府文书呢？拿出来看看。凡人要证明自己是谁，竟只需要一张纸。可我离家那年，这沈家村还轮不到钱家人来说话。祖宗，这是祖宗显灵了！装神弄鬼，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拆！我说过，动祠堂者断手。刚才这一步只是警告。你敢？我侄子在县衙当差，而且赵家背后可是有仙门供奉撑腰的，你得罪不起。仙门供奉？沈家欠多少税粮20担。没有那么多，本来只有3担，是他们年年加例。钱老狗，你还我家地！仿佛还能闻到300年前的那一点饭香。娘，常理回来了。在他们眼里，画像显灵，救中自明，账册飞天，已经是神仙手段。可对我而言，这只是300年后迟来的一次归家。打死他！你们敢动我，赵家仙师不会放过你们！黑风观的仙师就在镇上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全村遭灾。黑风观的人很厉害。黑风观，这名字不像正道，更像旁门邪修，占了凡间香火，自称仙门。镇上人都说他们会招雷，还会请鬼。赵家每年给他们送很多银子，村长也给。他们来过沈家？去年冬天来过一次，说我们祠堂下面有灵脉，要我们迁坟。奶奶不同意，他们就让村长加税粮。难怪沈家被逼到这个地步。我离家前，村东这条山脉确有一口灵眼，但灵气稀薄，若被邪修强挖，不但祖坟毁尽，整个沈家村都会变成死地。恩人，要不你快走吧，你有本事，可黑风观有好多仙师，我们沈家不能连累你。我不是恩人。你真是沈长黎？可祖宗不是300年前的人吗？那你今年多大？315。看着也不老啊。这丫头胆子倒是比她祖辈大。快给祖宗磕头，我这就去把家里唯一这只老母鸡杀了，给祖宗接风。鸡留着下蛋。那怎么行？祖宗第一次回家。第一次回家，这4个字烫得厉害。不用杀鸡，给我再煮一碗面吧。祖宗，你真会飞吗？老祖宗。那你能不能把我哥带回来？血脉牵引比昨日更清晰了。沈青山确实还活着，但气息虚弱，像是被困在极阴冷的地方。今晚就去。我也去。你留在家里。可那是我哥。这眼神倒像极了我年少时看着我娘说仙山再远我也不怕。那就学会第一件事。什么？别拖后腿。我学。这就到了，这可是80里地啊！老祖宗，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你包袱绑得挺认真，红白相冲，阴气极重。这是赵家。哥，先救活人，炼气3层，身上沾着不少血债，不是个凡人。
谁敢坏本仙师法旨？沈家人，又是你们沈家！来人，把这小贱人也抓了，正好给我儿做妾。用活人配冥婚，谁教你的？凡人命贱，能陪赵少爷下葬是他们的福气。原来如此。你是哪一贯的？前辈饶命，小的是黑风观外门弟子，有眼无珠，不知前辈驾临，承被。黑风观在哪里？去救人。你别嚣张，我明日就去县衙报官。县太爷可是我赵家的。明日交官。至于你，带路。凡人眼里的仙气，不过是刺骨的怨气。这山道两旁，不知埋了多少白骨。老祖宗，黑风观里真有仙人？有修士，和你一样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真正修道者修的是天地清气，求的是心中无愧。黑风观这些人借凡人香火炼生魂夺灵脉，连邪修都算不上，只是一群披着道袍的蛀虫。有人闯关！筑基初期，凡间什么时候出了你这号散修，敢闯我们黑风观？知道我们观主是谁吗？沈家村的灵脉是你们要挖？哟，原来是为了那条废脉来的。怎么，沈家请你来护坟？是。既然一个破村子也配占着灵脉，我们黑风观替天行道，取那条灵脉建法坛，是他们祖坟有幸。何人敢在我黑风观放肆？拜见观主！看不穿，完全看不穿。凡是看不穿的，必然是天差地别的境界。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惹来这种大能？这位道友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沈家村那口灵脉贫瘠的很。道友若是有意，本座可分你30%。你杀了多少人？修行之事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何必去问那些蝼蚁凡人的死活？凡人死活。300年了，他未曾在人间出过界。千尊，你是元婴级千尊！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啊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愿献出观中所有的灵石和法器，只求前辈开恩。晚了。青山，奶奶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不知道奶奶病了多少回，赵家都要把我卖了？是哥没用。你是没用。
着就行。如果300年前我回来过一次，我娘是不是也会这样骂我，来抱我？多谢沈家老祖救命！多谢谢谢。往后沈家村不许再逼债卖女，不许侵孤寡田地，不许借仙神名义欺人。谨遵老祖教诲。下官不知县长驾临，有失远迎。赵家拐卖女子、私设冥婚、勾结邪修，你管不管？管，一定严查。沈家村旧账，你查不查？查，今日就查。征夫修河堤3年未归，活人被当死人消冥，你问不问？问，下官亲自问。哪是什么修河堤？这3年，我是被县衙和赵家合伙卖进了暗无天日的黑矿场。和他一起被带走的人，10个里只活了3个。凡间的恶，有时候比妖魔更密。我没杀你，是因为换一个更贪的也容易。但我已将一道剑气封入县衙门匾，往后此县若有冤魂3日不散，剑气便落。下官不敢。这不是好事。凡人若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神仙身上，就会忘记自己也该站起来。沈家村往后的账，你来管。我，你识字吗？识一点，那就学。你也学。学仙法。先学算账。连账都算不明白，别人改了借据，你还得等祖宗回来救。学就学。老祖宗，吃饭了。门外月色正好，300年后，我终于吃上了回家的第2碗饭。老祖宗，这是你爹娘吗？嗯。爹娘，我学会仙法了，会御剑，会炼丹，会布阵，也会杀很多很厉害的妖魔。师门待我很好，掌门师兄嘴硬心软，师侄们见了我都怕。可我回来晚了。娘，你那年给我的铜钱，我一直带着。你说等我回家要给我做面，我吃到了，是后人给我做的，味道很像。此为温养阵，不夺天地灵气，只护一方土水，保沈家祖坟100年不受邪祟侵扰。老祖宗，你还会走吗？我终究是修士，清玄有则，北海封印有患。可这一次，我不能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。会走，但走之前，我会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干净。那以后呢？以后每年清明，我回来上坟。只清明啊！别贪心。若有事，烧这张符，一符传信，一符护身，一符救命，非生死大事不可乱用。这另外一枚，带回去给林婆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交还是不交？你们沈家害得赵家被抄，还敢占着村东灵体？我爹说了，沈家村以后归县府直管，祠堂和祖坟都要登记造册。是县令的儿子刘承玉，炼气6层，一袖绣金剑，不是黑风关，是金雀门的人。这不是差点嫁给赵家死人的沈家丫头吗？听说你们家来了个厉害亲戚，就是他。神识试探，扫到一片空白，便以为我带了遮掩气息的法器。若是有见识的修士，此刻该立刻跪下。这位道友，沈家村灵脉已由县府上报金雀门，往后归我们监管。你若是散修，最好不要插手。金雀门知道黑风观炼魂吗？黑风观之事，自有宗门处理。倒是你私自灭观，杀戮过重，怕是要跟我回金雀门解释。黑风观害了那么多人，你不抓他们，反来抓救人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不是躲不开，是他还没习惯，一个小民可以躲县令公子的脚。大胆！香喘气过重，根基不稳。金雀门若都是这等水准，也难怪黑风观能在他们眼皮底下害人。前辈。
长离剑尊，你门下弟子替县府夺凡人祖坟灵脉，知道吗？晚辈不知，剑尊恕罪，晚辈立刻亲自来查。不用亲自来，派个懂规矩的来，3日内给沈家村一个交代。是，剑尊法旨。县令昨日答应严查，今日你就来夺地，看来我留在县衙门眼里的剑气，他没看懂。县长饶命！青山，带上账册和证据，亲自去县衙。你也去。我看着他们怎么审案，怎么写状纸，怎么按手印。沈家不能只靠我一剑，你们要学会自己站在堂上说话。老祖宗，我今天看见刘承玉跪在堂上了，他以前可威风了，路过街上谁都要给他让路。可今天县太爷一拍惊堂鱼，他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我还看见那些被救的姐姐来作证了，她们以前都不敢出门，今天在堂上哭着把赵家做的坏事全说了出来。很好，所以我想修仙。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我要是厉害，就没人敢逼他们闭嘴。修仙并不是条好路，凡人看修士御剑成风，只见风光，却不见背后的累累尸骨。这300年里，我见过太多天资绝艳的人死在秘境，死在雷劫，死在同门背叛，也死在自己的心魔里。昨日我替他种护身符时便看出来了，他身具木火双灵根，资质不差，又真的知道踏进仙途意味着什么吗？修仙很苦，我不怕苦。会离家。你若跟我上山，少则10年，多则100年，未必能回来。等你回来时，林婆婆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沈青山可能也老了。这话对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太重了，可我必须说。300年前，若有人告诉我这些，也许我仍会走，但至少我会回头再多看我娘一眼。若小河真有仙缘，就让她困在去吧。奶奶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走了，谁照顾你？我照顾。哥回来了，不会再让奶奶一个人。如果那时我问过爹娘，他们也许会舍不走。凡人父母的爱，有时比修士大道更宽。木火双灵根，性性坚韧，适合清玄宗丹剑一脉。先守孝3月。守谁的孝？守你差点失去的凡尘。3月内每日练气1个时辰，读律例1个时辰，照顾家里1个时辰。3月后你若还想走，我带你上山。老祖宗，我会做的。这一次沈家的孩子离家前至少会好好告别。凡仙不得在凡间御剑飞行，不得在凡间使用仙术，不得在凡间。老祖宗，又来一个会飞的。你在凡间收徒了？还没。那就好。清玄宗最近够乱了，不能再。掌门祖宗好。木火双灵根，性性也亮，是个好苗子。你还真打算把他带回清玄宗？3月后再说。唉，也罢，你这一脉冷了太久，有个人吵吵闹闹，也许不是坏事。你来做什么？魔门知道你下山了，血河老祖的残魂现世，似乎是冲着你来的。还有北海教祖也派了人。多谢。怕连累凡人。长离，你若留在这里，魔门不敢正面杀你，便会冲沈家下手。凡人太脆，一点余波都受不住。跟我回宗门吧。这便是我最担心的事。300年前我不回家是错，300年后若因为我回来害了沈家也是错。再等3日。3日能做什么？给我爹娘重修坟碑，给沈家祠堂补梁，教小河引气入体，替青山立住村中规矩。还有，等该来的人来。血河魔气。既然魔门想找我，那就不必让他们四处寻。这里是沈家村，是我爹娘埋骨之地。血债正好在这里清一清。老祖宗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坏人。你解释的真省事儿。长离剑尊，原来你也有凡亲，300年了。本座还以为你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护得住这一家，护得住全村吗？你杀我血河宗300弟子，今日我便拿这村300凡人祭旗。你们冲我来，欺负老人孩子算什么本事？
凡人也配合本座说话？剑尊好大的火气！我今日心情确实不好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进我家门，动我家人，还问我为何有火气？我来。你更强了，你倒是更弱了。司堂，凡人香火，300年里，沈家后人每年给我留饭，也给爹娘上香。凡人的香火微弱，却一代代不断，竟在此刻护住了祠堂。你看，凡人也能护家。沈长陵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修士早晚要走，等你走后，他们还是会老，会死，会被人欺辱。这话恶毒，却不是全错。修士寿元漫长，凡人光阴短暂。我能杀一个血河老祖，却不能替沈家后人过完所有人生。你看，你也知道，凡尘是你的弱点，只要他们还活着，你就永远成不了真正无情的大道。谁说大道要无情？我15岁离家，300年没回来，这是我的错。可我不会为了证明自己无情，再错一次。牵挂越多，破绽越多。那又如何？我有家，有坟要上，有后人要护，有一碗面要记得吃。你若觉得这是破绽，便来攻。奶奶，我刚才差点死了。老祖宗，我还想修仙，我怕死，但我更怕以后有人这样欺负我家，我只能哭。好，看来清玄宗真要多个小祖宗了。掌门祖宗，你是在说我吗？金阙门监管不力，纵容外室弟子勾连县府，夺取凡人灵地。今日特来赔罪。契书在此，金阙门承诺沈家村灵脉归村中公有，任何仙门不得强取。老祖宗，我不行。你行，我真不行。你在矿场护住10几个孩子时，也觉得自己不行。怕也拿着。我2种和药材留下，灵石退回大半。剑尊，可是赔礼不够，若有不满，金阙门定当。凡人守不住太多，剩下的灵石换成3样东西。第一，派正经医修每月来村中义诊一次，为期10年。是，晚辈记下了。第二，在县学增设寒门名额，沈家村孩子可免费入学。第三，金阙门在此地设监察牌，若再有修士借仙门之名欺压凡人，村民可击牌告状。剑尊所虑深远，晚辈受教。银钱终有花完的一天，威慑也会随时间变淡。就是读书、医药，还有一条能告状的路。会让一个村子慢慢长出骨头。
青山兄弟，这杯敬你。多谢各位乡亲，折煞我了。这酒真烈。宗门催了，催了。北海那边又有动静，蛟族派使者上山，说要与你谈。老祖宗，吃。还会走，但这里从此不是回不来的旧梦。凡人气息污浊，剑尊竟真住得下去。有事？哼，我叔父死于你手，北海需要一个交代，否则就拿你们沈家人的命来填。哼，你叔父吃人时，给7城百姓交代了吗？那是沿海凡民自愿献祭，换我北海庇护风调雨顿。谁会自愿把孩子送给妖怪吃？凡女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这是我家后人。剑尊，我今日不是来与你动手，北海愿与你和解，但有条件。说。第一，归还蛟君妖丹，连眼震入北海封印。第二，清玄宗赔偿北海灵脉3条。你继续。第三，你需向北海公开致歉，并承认斩蛟过重。吃人的妖怪还要救人的人道歉？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条，听闻剑尊凡亲尚在，北海愿接沈家一脉去海上做客100年，以示两族互信。你来之前，你们族长知道这些条件吗？自然。好。沈长林，你敢杀使者？不杀。剑尊，这是误会。你要扣我沈家一脉做人质？敖烈擅作主张，北海院交由剑尊处置。族长，北海蛟君吃人，罪证仍在天盟。若北海不服，我3日后亲至北海，再斩一次。北海服，赔偿沿海7城。给被吞海行立魂碑。立。老祖宗，你刚才好威风。所以你更要记住。记住什么？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不该把威风用在弱者身上。沈家从村里最弱的一户重新站了起来。神保佑！我也该走了。第一条路是给你的，这些不是让你做第2个前村长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也没关系。我在祠堂门口留了一道问心剑，往后沈家掌杖之人，每年祭祖都要过剑。若心有贪念，剑会响。老祖宗，响了会怎么样？轻则头疼3日，重呢？你不会想知道。第2条路是小河的，3月后，你若仍愿修仙，掌门师兄会派人来接你入清玄宗外门。你不会因为是我的后人就直接拜入主峰，必须从杂役和外门试炼走起。啊，我还以为能直接当老祖宗的徒弟呢。丫头，
你老祖宗当年也砍了3年柴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也砍。第3条路是整个沈家村的，外力终究有限。这书屋里的书，村中孩子无论男女都可来读。无论男女？从前女娃哪有读书的命啊？以后有。拿上吧，一定要常回来啊！谢谢，真的不用了。老祖宗在山上想家了，就煮一点。老祖宗，你清明一定回来。中秋呢？看情况。过年呢？若无大战，便回。别总跪。这次不是跪先人，是送家里长辈。好。 300年前我离家时，觉得山外才是大道。300年后才知道，回头说也是道。剑尊，您这是从哪里回来？探亲。剑尊，听说凡间的亲戚都叫您祖宗，是真的吗？剑尊，未来小徒孙资质如何呀？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宗门弟子偷偷打赌，说你回凡间肯定住不过1天。结果你不但住了半月，还差点把凡间县府和金雀门都重整了一遍。很好，常理，你真的变了，变弱了。 不，剑更稳了。老祖宗，家里一切都好，莫挂念。青山已经能自己管村里的账了。叔父开课第1天来了23个娃娃，有11个都是女娃。小何临走哭得凶，但出了村口就没再回头。逢年过节记得回来吃面。老祖宗，我没后悔。 带了什么？衣服、干粮，奶奶给你做的鞋，哥给你的账册，还有村里孩子写给你的信。小丫头，你这是来修仙还是来搬家？走吧。第1次出远门，总要多带点。怕吗？怕。那还走？走啊！老祖宗不是说了吗？怕也要往前走。但走之前要记得和家里好好告别。300年前缺失的那一刻，今天终于补上了。我的探亲结束了。 和沈家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姓名：沈小河。籍贯：沈家村。引荐人：我家老祖宗。听好了，入外门后不论出身，只看勤勉。莫说你只是剑尊后人，就算你是剑尊亲传，也要从挑水劈桥开始做起。 我会挑水，也会劈柴。你家这后人挺会说实话，不好，好是好，就是外门以后要热闹了。你以前学过？学过一点。谁教的？
又是你家老祖宗。嗯。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早有人开小灶，还说不靠出身呢，装什么呀？你要是心里不服，明天挑水，我们比比。谁要和你比挑水？那比劈柴。粗活有什么好比的？哎，那比引气。这小丫头的性子像你？不像。哪里不像？我当年没她话多。那是林婆婆给她烙的干饼，早就硬了，她舍不得一下吃完，每天只咬一点。奶奶，哥，我今天没丢人。老祖宗，我也没给你丢人。心软了？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。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。沈长离忽然觉得有些后悔，而掌门师兄为此足足笑了一整日。一开始还怕他仗着沈长离的名头偷懒，现在反倒怕这丫头把自己练坏了。沈小荷很快在外门出了名，不是因为她家世，而是因为她太能吃苦，这让原本最受瞩目已是练气二从的秦昭感到事事被压了一头。小荷，怎么办？规定日落前要交满100株，交不够会扣月历的。这不是意外，是剑痕。有人在我们的试炼里做了手脚。天才，可是时间不够了，马上就要日落了。够。日落前，他不仅交够了100株，还多出20株，补足了同队姑娘的缺口。手怎么弄的？有人割我的篓。你说有人割就有人割，证据呢？我没说是你，你急什么？乡下丫头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割篓子的人剑上缠了金丝，整个后山只有你用金丝剑。你胡说！一根金线能证明什么？老祖宗说，人在外面不能只会吃苦，还得会留证据。同门相害，成何体统？罚入寒潭思过10日，扣半年月历。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剑王老祖吗？是啊，但我今天采的120株凝露草，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爬上石壁摘的。你要是不服，等你从寒潭出来，我们再比。你这后人倒是一点亏都不吃。
凡间的孩子长大，总比山上的孩子更早。夜晚，当沈小河回到屋里，发现桌上放着一瓶上好的伤药。谢谢老祖宗，谢谢老祖宗。沈家村传来急信，不是危急时刻才会燃起的玉符，只是一封普通的信。老祖宗不必亲至，我已带村民去谈。若3日后无回唤，再请老祖宗治助。你这后人倒是有分寸，知道遇事先自己处理，不胡乱依赖。他信上不是让你3日后再去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路过。你从清玄宗路过到万里之外的沈家村？沈青山，不是我们李家不讲理，上游那条水渠是我们李家出钱修的，这水想怎么放，自然是由我们说了算。4条水脉本就是3村共用，现在白石镇水满为欢，我们沈家村的庄稼全要旱死，这叫讲理？小灵山的仙师都说了，这水渠改得合乎天时。凡人不懂水脉之理，休要在此聒噪乱说。好，既然说不通，那我们就去县衙击鼓鸣冤。县衙？你去问问县太爷。我们李家的案子，他敢接吗？金雀门监察牌上写的清楚，小灵山若要插手，就请你们派长老来与金雀门对峙。大胆凡人，你敢拿金雀门压我？我不是压你，我是按规矩说话。废话什么？把图给我抢过来！找死！小令山弟子，谁许你对凡人动法？沈家不是离了我就站不住，他们已经开始学会自己撑伞了。凡立器者，须明价、明期、明责，信为立身之本，法乃处世之基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老祖宗，中秋回来了就好，饭正热着。山上的月亮和咱们村里是一个，给它摆上碗筷，小河就能看见。老祖宗，水渠的事儿妥了。金雀门出面后，小灵山赔了水粮，还帮咱们3村重销了水渠。今年村里虽然遇上大旱，但好在没有绝收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没本事，可后来想想，你也不能永远替我们吵架。您给了规矩，指了路，剩下的路总得我们自己走。你做得很好。云海里有会发光的鱼，单房若是炸炉，能把人熏得浑身漆黑。掌门年轻的时候还被山上的灵鹤追着啄过。沈长爷，你讲故事能不能别带上我？那只追人的灵鹤，后来成了我们宗门的护山灵兽。林婆婆说，今年的桂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些。娘，我中秋回来了。曾经每次回来，心里只有无尽的愧疚。如今愧疚仍在，但除此之外，似乎又多了一些别的东西，比如那口热饭，比如这村里的灯火，比如真的有人在等我。老祖宗，过年还回来吗？回，是吗？回。啊！常理，吃饭了。
愿力，这是愿力。凡人长久思念、供奉、牵挂，若心思足够纯净，就会在旧物上凝成愿力。你娘留给你的铜钱，沈家后代又在祠堂里供了你300年，这东西如今已经不是普通的铜钱了。这枚铜钱明明那么轻，我的手里却像压着沈家村300年的袅袅炊烟。若将它炼成法器，能护神魂。你如今剑意太盛，度化神劫时最怕心魔反噬，这枚铜钱或许能保你一命。化神劫，修真界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是最快化神的剑道天才，只有我知道，我的心魔一直都在那里，不是什么绝世魔头，也没有造下无端杀孽。我的心魔只是我娘坐在那个旧门槛上等我回家的身影。从前我不敢去直面，如今我回了家，却更加清楚的知道，有些遗憾永远也无法补回。唉，常理，你该闭关了。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他第一次外门小比。你现在真的很像一个操心晚辈的老祖宗。我本来就是。这次我不会输给你。那你认真点儿。我输了。下次再比。娘也在看着一样。想好了，想好了。掌门祖宗，老祖宗会没事吧？常理，回来啦！长高了，也瘦了。娘，我回来晚了。山路远，回来就好。太晚了，你等了一辈子，可我答应过你。长林这一辈子总有来不及，你不能永远跪在来不及前面。老祖宗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我会守好沈家。老祖宗，你还没看我筑基呢。你看，有人还在等你。我明白了，心魔不是要我忘记愧疚，是要我别被愧疚困死。娘，我以后会常回家。去吧。沈长林，你可真会吓人。整个清玄宗上下都以为，刚刚突破化神的沈长黎，最少也要闭关3个月，甚至3年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你刚化神，境界不稳。稳？你至少装一下刚渡劫后虚弱的样子，行不行？哎，我也回。沈小河，你月课还没交。课业重要。可是你化神了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奶奶和我哥肯定想知道。我替你说。那不一样。你们，沈小河，回来双倍交月课。
老祖宗，原来天上看家是这样的。记住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以后你飞得越高，越要记得下面有人。奶奶，你不知道那个雷劫有多吓人，轰隆隆的。可是老祖宗特别厉害，一下就过去了，连掌门祖宗的脸都吓白了呢。老祖宗，化神是不是很厉害？特别厉害。掌门祖宗说，像老祖宗这样化神的，整个东周都没几个。我不管什么东周西周的，厉害就是大喜事儿。奶奶这就进屋给你们煮面去。今天这么高兴，每晚握2颗荷包蛋。老祖宗，您现在修成化神了，是不是就离我们这些凡人更远了？不，那是什么？是更能回来。小何姐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在山上都不想家吗？修仙之人怎么会轻易想家哭鼻子？我每天练剑可忙了。爹，娘，我过了。我的乖孙啊，快救救他啊！谷底深邃湿滑，常有毒蛇出没。沈小河现在不过才炼气2层，连御剑都不会。轻身术也仅仅是刚学会个皮毛。掌门师兄若在这里，定又要骂我心狠。但小河，你必须明白，修仙不是在山上赢一场无关痛痒的小比，而是在有人绝望哭喊时，你敢不敢站出来？老祖宗，你自己判断。下去，我可能会死，可是不下去，他肯定撑不到大人们绑好绳索了。哥，拉住！小何，不行，你会受伤的。我能下去。下面有怪风，还有蛇。哥，我以前被人欺负受伤的时候，是因为没人能救我。现在我学了本事，能救别人了，总不能就这么干站着看。老祖宗说过，非生死大事不可乱用，我还不需要。走开！小何！别怕，姐姐带你回家。小何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！别，李婶，你快起来，我受不起的。老祖宗，我做的还行吗？很好。那我以后是不是能救更多的人？能。但你要记住，救人之前，也要学会活着回来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手中的剑，不是为了去赢那个叫秦昭的人，也不是为了向谁证明我不比别人差。剑，是当有人在黑暗谷底绝望哭喊时，我能够伸出去的一只手。祠堂那根旧梁是300年前建的时候留下的，后来村里几次小修小补都没动过那根柱梁。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在你爹娘手里写下后，在梁里足足藏了300年。常理，你走后，我们不怪你，千万别因为肥灵中自取砍掉法术咒在地上的人。家里穷，没给你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，只留一句话给你：若有一日你归家了，记住，先吃饭后上坟。给你留的那件过冬的棉衣现在肯定小了，你回来时千万别穿，会勒得慌。老祖宗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我不笑话你。我没哭。没哭。老太太是个多好的娘啊！储物间里太冷了，这封信该贴着新天才暖和。这面我亲手做的，放了2个荷包蛋，一个给你吃，另一个算是我替你娘给你补上的。多谢。300年来，我一直把遗憾当成心魔，以为自己欠了死人太多。可爹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却是叫我先顾活人。原来他们不是要我困在坟前，是要我回家看看，然后继续好好活。老祖宗，奶奶说锅里还有汤，
走吧。回去喝汤。活人比死人要紧，这句话沈长宜记住了。哎，今年可是咱沈家最好的年啊！林婆婆，这是清玄宗的养生丹，青山叔给您的心脏笔，还有这玉简，给村里的皮猴子们启蒙用。本座只是巡查凡间，顺路而已，可不是特意来的。掌门师兄，你就别装了。我有几百年没过凡人的年了，感觉如何？吵，但不讨厌。沈家先祖在上，今岁风调雨顺，村中添丁3人，入学孩童37人，田侧无争，水渠无损，小河入仙门，常离老祖归家。你以后真每年都回来？若有大战呢？打完回来。这话倒像你。给我的。过年都要压岁，老祖宗年纪大也得有。旧的那枚是老太太给你的，这枚是我们给你的，以后年年给，攒多了，老祖宗就不会忘记回家的路。不会忘。老祖宗新年快乐！老祖宗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。300年，沈长离终于又过了一个家里的年。总算没给你家老祖宗丢人。沈小河，恭喜！下次比剑，你可别又说。老祖宗，我想请假回家探亲。岁月真像是绕了一圈。10年前，他跟着我上山，背着那么大的包子，眼睛里全是对仙门的好奇。如今，他眼里的光更亮了。去吧。你不问我回去做什么？探亲还需要理由。那你去吗？这次你自己去。有些路要我自己走。修士第一次独自回家，总要有人远远看着。姐姐下来！小河回来了。奶奶，我筑基了，我能活很久了，也能飞很远了。可是我还是想回家吃你做的饭。你当年若能这样回来就好了。难过？不，很好。遗憾不会消失，但它可以变成提醒后来人的灯。小河没有重复我的错，他知道大道在前，也知道家在身后，这就很好。爹娘，我筑基了，师父说我进步很快。老祖宗，你爹娘会不会也替我高兴？会。很多年后，修真界仍旧流传着长离剑尊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故事。诸位有所不知，那长离剑尊一怒之下，只身踏平了黑风观。修士寿长，凡人寿短。从前我总觉得长的才重要，短的终会散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正因为短，才要珍惜。老祖宗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咱沈山成了能成家的男人，小河也成了会飞的仙人。老太婆啊，我等了一辈子的人，到底还是回来了。奶奶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记住。以后咱们沈家要好好的。生老病死仍旧令人难过，可这一次，我们好告别了。老祖宗，我这辈子没让问心剑想过。我知道。老祖宗，凡人一生好短，可他们活得好认真。所以，修士更不能轻慢他们。拜见师父，我没出息，我想家了，求师父责罚。为师给你放3日假。
回去看看吧。多谢师傅。记得好好吃顿饭，记得好好告别，然后记得再回来。徒儿一定回来。当年林婆婆送我上山时，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情吧。沈家村又换了一代人。老祖宗，仙山上到底有没有神仙鱼呀？我每年都会回来，有时清明，有时中秋，有时除夕，有时只是忽然想吃一碗面。无论走到多远，这包面和这枚铜钱总会提醒我，我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无情剑尊，我是沈家村沈远山和周氏的儿子。15岁离家，300年后才第一次回家探亲，回来的太晚，但终究我还是回来了。老祖宗，吃饭了吗？老祖宗，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我来煮面。师父当年曾问我何为大道，年少时我答剑，后来我答天地，如今我想答案也可以是一盏灯、一碗饭、一条回家的路。凡尘不是修行的阻碍，凡尘也是道。荒唐！修仙本就该断绝尘言，如今这新规竟允许入门满3年的弟子请3日探亲假，这岂不让他们才3天了往家里跑，心如何能静？师兄此言差矣，弟子们也是血肉之躯，心里有挂念，赌不如输。若是强行张牙一行过来，或者是道济，那手拉拉，简直是妇人之仁。都不必争了，我清玄宗修的是造福苍生的正道，不是断情绝人的无情道。这条规矩就这么定了。我们的目的是修仙，不是要把人修成石头。规矩实行第1年，下山的弟子并不多，大家明明想家，却怕被同门笑话道心不坚定，都在硬撑。身为正式弟子，竟敢私自离宗，你可知罪？弟子知罪，可家里传来消息，我娘病重，我怕请假会被师兄们骂没出息。你娘病情如何？弟子还没来得及看，就被抓回来了。派一名医修随他下山，药材从宗门领。沈长黎，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回去看看？掌门师兄还有亲人？亲人应当没了，但祖宅可能还在。什么时候走？你是掌门，道理比我会说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一副德行。冒昧打扰，在下远游至此，不知可否讨一捧这桂花树下的土？掌门祖宗现在顺眼多了，以前训人多凶啊！小心点，他能听见。回家这件事，也许真的会传染，但这绝不是坏事。人只有知道自己的来处，手里的剑才不会乱指。知道来处，方能立足。后来的沈家书屋走出了很多人，第一个考出县学的是春杏。我想知道，别人欺负我的时候，我到底能不能说不？真是荒唐！一个女子竟然坐堂当差，像什么样子？就是抛头露面的，成何体统？大魏律例第7卷，哪一条写了女子不可为例？这卷宗之上的规矩，你们要是不懂，我一条一条念给你们听。这水车是你做的，巧夺天工。你可想随我回金雀门修仙问道？不了，我灵根不好，也不想在天上飞来飞去。那你造这水车，不为追求大道，为了什么？我就想让村里人挑水的时候能轻巧一点，这水车能省30成力呢。那修士将水车的图纸带回了金雀门气堂，高高在上的气堂长老亲自修改阵法。
这架水车竟成了全梵境推广的农器。第3个出名的是沈青山自己的儿子，他没有灵根，却最爱听沈长黎讲山河地理。15岁那年，他徒步走遍县道，画出了这张比县府地志还要精准的水脉图。长黎，你看，我们沈家也不一定非得人人都要修仙。是，能脚踏实地，好好做人也很好。老祖宗，你这辈也太不威风了吧！那你想写什么？当然得写长黎剑尊一剑灭魔，万仙俯首，这才霸气嘛！很多年后，仍有人来到这间沈家书屋，他们不一定知道黑风观的往事，不一定知道北海蛟族的风浪，也不一定知道我后来到了什么境界，但他们看见那块碑，请问那碗面好吃吗？好吃，当然好吃。那是一个离家300年的人，第一次真正回到人间。我收到最后一枚铜钱，是很多很多年后。那时沈小河已经能独当一面，沈家村也换了好几代人。每年除夕，沈家后人都会给我一个红封，里面放着一枚新铜钱。猪猪，岁月往前走，红枫越来越多。我在洞府里专门放了一个木匣，它不是什么陵墓，只是沈家村老屋换粮时留下的一绝旧木。这里面装着的每一枚凡间铜钱都毫无法力，却比许多天材地宝更让我安心。为什么一对毫无灵气的凡铜，竟然比天玄宗的虎山大阵还要难破？你这算什么？铜钱护道？最后一枚铜钱是沈小河给的，那一年他也老了，修士寿长，可终究不是人人都能飞升。老祖宗，今年我给。别这个表情，我活了很久，见过很多山，救过很多人，也回过很多次家。怕吗？很好了，有点，但比起当年差点被赵家拖走时，不怕多了。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，就是你回来了。也是因为你回来，我才知道，修仙不是飞得远越好，而是飞得再远，也记得落在哪里。